我是趙少康，歡迎你來到 TVBS 少康戰情室。在我們現場特別來賓，高嘉瑜委員、許玉璞副秘書長、賴士葆委員、李永平前副市長、張志倫委員。好，川普因為美國250周年獨立建國哈，我們叫它國慶了啊，他們叫獨立紀念日了。川普說，美國是贏家的國度，我們是贏家啊 ，winner， 而且呢，我們永遠是贏家，美國永遠不會倒。但是哦，沒有全世界沒有什麼永遠的哦，沒有什麼永遠的。你看歷史上很多國家強，一般大概就強個200-300年，哦，大概就是這樣。美國算不錯了，已經在不過他開始也不強嘛，哦，他後來慢慢強起來，那也不過就建國250周年哈，那將來呢會怎麼樣不知道啊？那邊他那個廣場啊，國家廣場下大雨，暴風雨，所以呢人都疏散走了。一直到晚上10點多才重新開放讓人家進來。那川普是晚上11點多演講，不過他這個精神不錯。他說，就算下面只有一個人，我也去講。哦，他講了40分鐘。哦，他說美國的黃金時代才剛開始，因為我當了總統，美國才有黃金時代。哦，那川普說，美國不必為強大感到羞愧。我們強大有什麼好羞愧的呢？哦，我們不要共產黨。他特別強調。說共產黨被我們以前這個等於是趕走了，或者是打敗了，然後現在在美國，共產黨有捲土重來之勢哦。為什麼？當貧富不均很嚴重的時候，共產主義就起來了。原來哪有共產主義？沒有嘛，對不對？但是工業革命以後，哇，這個有資本的，有機器的，就賺很多錢。這個真的是富者敵國，窮者無立錐之地。貧富懸殊太厲害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就起來了啊！然後呢，共產嘛，你的財產歸我多好啊，對不對？那些有錢人財產跟我們共，我們也很爽啊！哦，所以共產主義起來，哦，所以後來才有社會主義啊，什麼社會福利啊這些東西，來所得稅制啊，哦，來這個希望能夠弭平了，或是解決減少社會貧富不均的問題了，哦，所以他說現在又起來了，為什麼會起來？就是因為美國現在這個經濟的問題啊，貧富不均問題也嚴重哈。那美聯社說呢，川普的愛國訴求夾雜了黨派議題，就是美國一般總統在這種國慶的演講都是希望大家團結的哦，而不是說哇，我們共和黨我的法案怎麼樣，我的法案怎麼樣哦，所以夾雜了黨派議題，而且以前都是有跨黨派慶祝國慶的這個活動，現在都交給親川普這些團體去舉辦哦，所以看得出來哦。那民調250周年哦。大家有40%認為，再過250年，美國不再統一了，美國國內分裂了。哦，那另外呢，這個77%認為，這個當時的建國會對現在的美國感到失望。哦，然後呢，這個64%認為美國民主面臨失敗。哦，然後呢，國力38%認為250年美國沒有辦法統一，30%的人認為美國是超級大國。哦，也就是70%並不這樣認為。以前我記得美國人都覺得很驕傲，現在呢很多美國人也不覺得了哈。那另外呢，這個55%認為他不可能參加國慶的慶祝活動哦。那另外呢，這個有半數的美國人50%對美國夢 American Dream 的希望幻滅了。那到底多少美國人感到很自豪？51%自豪哦，換句話差不多只有一半人覺得自豪了哈。那有60%人認為會面臨失去文化跟身份的危機，哦，所以美國人自己本身也不像以前那樣了哈。來，我們看一下。搭配電影《捍衛戰士》配樂，美國特級飛行隊藍天使飛越首都華盛頓特區。甚至還可以看到 F-22和 F-16兩款超強戰機共4架在空中分列式，一同慶祝美國建國250周年。美國陸軍黃金騎士以及海軍蛙跳降落傘示範隊更在首都國家廣場上空表演特技跳傘，向下俯衝，展開美國國旗。華府天空好熱鬧，紐約也是咻咻咻戰機狂飛。There is now a resurgence of the communist menace in our land, including from newcomers to our country who embrace ideas totally opposed to our way of life and our great success. 川普將左派勢力崛起形容是共產主義者橫行，譴責共產主義是川普近期主旋律。美國慶祝建國250周年，總統山的夜空煙火絢爛綻放。Good evening, America. If you think that was easy, it wasn't.
當然不容易，畢竟建國250週年只有一次，川普說什麼都要發表演說。台下民眾個個興奮不已，接着上演40分鐘絢爛煙火，加上舞台歌舞表演，為美國國慶日畫下完美句點。永平怎麼看？是這次我覺得美國的250週年的國慶啊，川普一定相當的不滿意，因為首先呢，氣候很不作美啊，這個紐約創下1910幾年以來的最高的溫度哦，就是國慶日有史以來最39度，对，39度。法國现在已經死了8000人以上了，因為太熱了。問題是他那天放很多煙火，所以呢，他熱到什麼程度呢？熱到那個布魯克林大橋呢，放那個煙火就起火了，所以他不僅熱，然後呢，有些這個活動還必須暫停，然後煙火呢造成相當的危險。甚至還發生了有個煙火呢，去炸到一個飛機，還好那個飛機呢沒有什麼，他只是覺得砰好大一聲，但是那飛機是安全的。所以你一個250週年慶呢，遇到這種氣候這種事件，然後再加上他今年去發動了對伊朗的戰爭，就伊朗呢就把復仇就是你跟以色列暗殺了我們那麼多領袖，國葬就給你放在7月4號。就也擺着也打對台，就在一個世界的舞台上，就讓大家等於也是故意去觸你美國的眉頭，讓你好看。而且川普本人的爭議啊，他甚至在歐洲呢，你看像他得罪那個丹麥，因為格陵蘭的關係，所以丹麥那邊呢做了一個美國建國250週年的活動，不給美國官員進去，不願意他們來參加，就是到處都在鬧很多這些不愉快的事情。所以川普本身，第一個我覺得他想要做一個強盛的美國的這種演說，這種打氣，這種號召呢，其實他的觀眾能夠認同他的，在國內也好，在全世界也好，人數都大為減少。特別是在這個時刻，你看美國自己的節目輿論呢，他們都在講，非常的煩惱，就美國變成一個完全分裂的美國。剛才那個主持人趙先生顯示的民調也說了，現在對美國的民主還有信心的就一半，50%51%的人，然後呢感到幻滅的，覺得這個撐不下去了，美國這種民主呢，這個不行啊，是崩潰的，是有問題的，也高達50%。所以你這樣子的情況，就變成兩個美國，分裂的美國。那當這個川普在他的這個演說裡面被美國的媒體評論說愛國訴求夾雜黨派，他為什麼講黨派？因為大家都在說，他在那個罵。說什麼共產黨啊、共產主義啊，絕對會滅亡啊什麼？他到底在罵誰？他是想到遙遠的他剛剛去巴結的那個習近平的中國嗎？不是啊，他講的是他國內的民主黨啊。他在罵的就是紐約市長這個曼達尼興起的整個民主黨呢更左派。更激進，更覺得說貧富不均，我就要政府提供很多免費服務、免費的公車啊，給他們很多的住房，各方面就是美國的輿論呢也在做一些改變。所以現在川普呢，他利用250週年的時候，其實他又要在國內打擊異己、打擊政敵。所以在這種狀況底下，他對於把美國團結起來，讓美國從好像泥淖中要再度的得到世界的信賴，沒有幫助，反而呢，我認為他的情況是越來越糟的。可是這個紐約的新市長好像還蠻多人支持他的。是啊，因為他做的不，因為他做的這些來自寶強，貧窮的人很高興啊。我剛好這個前一陣子跟韓院長去美國去 DC 就在他們現在7月4號的前夕嘛，大概差不多1-2個禮拜哇，這到處都是在慶祝。到處都在慶祝然後我們在那裡坐，有個河嘛，很有名的河是叫波多什麼？波多馬克，叫波多馬克河，在那個地方人之多然後大家就等什麼？等那個飛機、戰機啊 ，fighter 啊，
戰機從那裡咻這樣過啊，幾台這樣子過去啊，他們就其實你就會看到說，美國人其實基本上很愛國的，他們是基本上是愛國的。那各州的庆典的活动是不一樣的，有的州请摇滾樂，有的州請什麼请这些歌手去表演，什麼活動都有，就是要慶祝他的250周年。然後最有趣的是什麼呢？有趣我們台灣人啊，我們去啊就拿到他們的帽子叫 America 250。有人說這個250是不是？另外一個字像American 250就是這樣子啊，就是250這個帽子，這個熱賣啊，這個帽子熱賣的哈。好，我來提一個東西，我最近剛好碰到一些從美國回來的一些，因為暑假嘛哈，一些朋友啊什麼之類，他們就講，美國現在生活越來越不容易，美國人 care 什麼 ？care 物價，物價一直漲。那個比較大的州，像加州、紐約，他們的小費的那個什麼起點也漲。過去小費大概15%，現在18%起跳，20%、21%，強制性的，他就在這裡印好了，本來就在這裡面，所以你就覺得說，在美國現在你會發現到物價非常非常貴。然後我這2天碰到一個美國回來的朋友，他就告訴我說，他們的最低工資也都非常貴，所以你注意看啊，他們說我的物價都一直漲，一直漲，可是工資沒什麼太漲。好，川普今天講什麼？川普今天講，他說美國開國以來人口增加率2%，遠高於就給他以前殖民地之前的英國的0.8%，他的 GDP 成長3.6%，這是以前所沒有的。好了，就問題就跟他們一模一樣 ，GDP 成長這麼高，貧富差距越來越嚴重，窮的人越來越多。大家想到什麼？就想到川普本人嘛。你怎麼短時間可以賺10幾億美金的？你現在賺10幾億美金，等於台幣幾百億台幣耶！一個美國總統大喇喇的可以這樣子賺10幾億的美金，然後他很 proud 說啊，你們不要覺得怎麼樣，大家都賺錢，股市大家都賺錢，因為股市都漲。所以你最看到在川普主政底下，所有的金融市場都在漲，問題就漲到哪裡去？跟台灣一樣，就是高科技的嘛，就局部的嘛，大概1-10%的這些的公司在漲，股票在漲。那麼台灣也是如此，所以整個非常嚴重的就是，我發現美國的多數人民其實有的沒有那麼 care 這些東西，最 care 是我生活越來越不容易啊。最後一點我一定要強調了，他們有些人就覺得說，哇，這個川普是極端的共和黨的主義，就是什麼極端的資本主義。完全就是讓有錢人來帶動整個經濟，這是共和黨的這個小政府，那民主黨的大政府就是政府來 take care 你，來照顧你。好，那大家曉得說，那下一個選舉的時候，2028之後，要2028，誰代表民主黨？大家看起來Newsom也有機會，好，這個要加州的州長，可是Newsom本身非常的 liberal， 非常自由派的，大家覺得說也沒那麼放心，整個社會會怎麼樣？那以共和黨來講的話，很有可能就是這個 Vance 他的副總統。那 Vance 基本上窮苦人家出身啊，看起來共和黨要繼續執政的樣子，美國人也擔心這個東西。好，那麼我們看啊，對美國沒有這個希望幻滅的，什麼西班牙裔啦、亞太裔啦、女性啊，佔比例比較大哈。其實我在看美國這些問題那些問題我認為最重要的是這個問題。美國現在一年出生大概360萬個 baby， 大概1.5-1.6%比以前已經少一點了，這個沒關係。現在出生的 baby， 白人純種白人佔不到一半，都是其他各裔的黑人啊、亞裔啊、西班牙裔啊，其他的。所以很多美國白人傳統白人很緊張，因為再過18年、再過20年以後。其實這個現在已經不是現在發生了，已經發生好多年了。未來投票的時候，誰會贏誰會輸？搞不好將來之前已經有奧巴馬不是白人當市長嘛，以後這種情況會更明顯。對那種真的盎格魯撒克遜的純種白人、很自豪白人來講，他們覺得受到威脅很大。休息一下再回來。好，伊朗，他們前陣子美國跟以色列，特別美國去轟炸，炸死人49個頭嗎？後來又炸了幾個，搞了將近60個。
所以他的這個哈米尼他的首領呢被炸死了。那伊朗什麼時候不好挑？挑在美國國慶這一周舉辦國葬1星期，就是你慶祝國慶對不對？我來國葬然後呢，這個時候呢，這一個禮拜美伊不交火，就是大家不打了，不打來打去了。同時和談也暫停1個禮拜，本來要協商也停1個禮拜那但是呢，繼承人還是不見了。就是哈米尼一共4個兒子，3個兒子來了，但是真正的那個繼承人沒有出現，這個很奇怪所以呢，穆吉塔巴沒有出現。我們看場面很大，所以有將近2000萬人了，2000萬人來參加這個喪禮那川普說這個禮拜我們不打，一定講好了而且還譏笑說這些民眾真的為哈米尼落淚嗎？假哭吧！這個很過分真的，川普就完全不了解他們這個宗教。本來在美國去打他們之前，是民眾上街頭，的確有，因為通貨膨脹太厲害了。因為伊朗被美國制裁，全世界物價東西進不来，所以物價一直漲，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是要上街頭。所以川普本來以為說，我一炸了以後，這些頭死了，人民就抗暴，伊朗政府就推翻了。就像川普想的不一樣，所以川普說是假哭吧？他們明明上街头反对這個政權的对，我幫他們把頭的都殺了，怎麼回事呢？因為你殺了他們以後，現在變成說，大家會覺得說你美國來欺負他們，所以呢，反而變成街頭運動也沒有了。人民本來就是反抗不滿的，現在也聲音也出不来了。而且呢，機密文件顯示說，伊朗準備了2-3千個墳墓，就是當有2000萬人上街頭，又熱這個天，所以很可能有些人就意外死亡了。所以要準備，可能會有3000個人因為參加這個喪禮而死亡。那另外呢，川普說，我接受訪問的時候，他說，伊朗民眾為這個哈米尼哀悼的景象令他感到震驚，我還以為伊朗人不喜歡他然後他說，他本來想在這個喪禮的過程中，這個讓這些伊朗的高層坐在一起這個時機，我一舉把他們都殲滅了，通通死光光全部解決，一次攻擊全部解決。他說，但是呢，為什麼沒有去炸呢？後來我想想算了，因為都炸了以後，誰來跟我談判呢？所以就沒有。就川普在講些什麼？你想伊朗人看到這個，川普這樣講氣不氣？更氣。納坦雅胡以色列總理說要跟川普見面，川普說好了，不過下個禮拜比較忙，可能要下禮拜才可以。他說呢，他知道，他們也知道誰才是老大，我才是老大，他算什麼？他都聽我的意思是這樣子2月的時候，他們在白宮見了1次面，接着這個川普就打，所以他們說是上次呢，納坦雅胡說服川普去打，那現在又要見面了。納坦雅胡說跟川普的關係很好，而且說只要我是總理，不會讓伊朗擁有核子武器那另外呢，俄羅斯的艦隊到青島，中國大陸跟俄國今天開始黃海這個聯合軍演，說東亞的軍事的緊張升溫，而且呢，這叫做海上聯合2026軍演所以中俄海軍都在青島那邊，這不同的這個中方的軍艦，俄方的軍艦，我們看一下。伊朗已故最高領袖哈米尼國葬第2天，大批德黑蘭民眾來哀悼。除了哈米尼之外，還有他的女兒、女婿、媳婦以及14個月大的孫女，4具靈柩擺放在一起。人群中祈禱的這3人分別是哈米尼長子穆斯塔法、3子馬樹德以及4子梅薩姆。3位哈米尼的兒子罕見同框現身，獨缺繼任最高領袖的次子穆吉塔巴。就連目前掌握軍權的伊朗革命衛隊新任指揮官瓦西迪也親自出席國葬。如此高規格國葬，穆吉塔巴就是沒來。有人認為先前美軍空襲讓穆吉塔巴毀容殘疾，也可能是為了躲以色列的暗殺。The security threat of further strikes and assassinations is still very much out there. They've already lost one supreme leader. It would be a huge security disaster if they lost a second one. 在國葬發言的伊朗詩人還喊出血債血償。از این به بعد کفن جای جام بر تن ماست قسم به خون تو قتل ترامپ گردن ماست。
群眾有人高舉誅殺美國總統川普的標語，肅穆的國葬凝聚伊朗人的復仇之心。美國總統川普表示，美伊双方同意國葬期間停火，不過他也很酸，那些悲痛落淚的悼念者可能是在假哭。嘉宇。这个美国虽然慶祝250週年的建國，但是這個川普說是黃金時代的序幕，但有些人有民調看出來說是驕傲跟焦慮並存。怎麼說呢？因為其實蓋洛普有做民調哦，在2001年也有做，就是從1776年美國獨立宣言之後，這些開國元老怎麼看現在的美國？當時2001年呢，這個美國人的民調是44%認為說這些開國元老會是失望的，而這一次2026年所做的民調是77%的人認為美國開國元老會是失望的，代表說多數的美國人看現在的美國是覺得非常失望。為什麼失望呢？剛剛就講川普成為這個250週年這樣的一個總統，可是問題是他對美國或者是對人民或者是對國際到底做出了什麼樣的貢獻？很多人剛剛講就是回頭來看，他就任美國總統之後，可以說是史上最會賺錢的美國總統。據統計呢，他這次回國擔任美國總統就已經賺了22億美元了。那他的家族包括他的兒子等等，在加密貨幣啊各個方面股市的進出，川普個人的賬戶一天就有63次。我真的是難以想象一個美國總統可以這麼頻繁的進出股市。那美國這個千絲萬縷國事如麻，他竟然把這個重點都放在股市嗎？這真的非常難以想象。那再加上國際上有這麼多的戰事，其實跟美國都是有關聯的。不管是中東的戰事、伊朗的戰事，或者是現在大家所關心的這個半導體的產業，對於美國來講，它這個未來的發展等等，這些都是相關。還有能源危機，我想大家也是非常的憂慮，尤其是在美國內部，剛剛講的過去的這種種族的歧視，或者是經濟的這種差距、貧富的差距等等的這些，都越來越顯示美國現在走向一個極端的兩極化。而這一次250週年的慶祝活動，多數的美國人也認為是過度的政治化，甚至民主黨都是拒絕去參與。所以可見的美國分裂的狀況、對立的狀況，在川普擔任總統之後是越來越嚴重。尤其對於少數族裔的這種歧視或者是不平等的這種待遇，感覺相較於過去這種大熔爐、美國夢等等，會讓人覺得說現在的美國好像走向另外一個極端。所以我覺得，當然我們也期待未來下一個250週年的美國，它還是非常強大，因為它在個人的創造力，或者是這些新創，或者是生產力，在經濟的規模各方面都還是十分的強大。那我想最大的敗筆就是這個民主選出了川普這樣子的一個總統，帶領了現在的美國。但我們還是認為民主的希望就是下一次的輪替，下一個這個美國新的總統。我覺得這個是大家看美國的未來下一個這個榮景的一個方向。那這輪，我覺得大家剛剛都有提到吼，那最近大家都知道這個美國獨立250週年的慶祝典禮哦。那我相信川普把它當成有一點這是一場的政治秀，因為它離這個其實年底的11月的美國期中選舉非常的近。那川普為了要這個拉抬他現在目前的不到40%的支持度，所以他就當然會把他自己過去的一些點點滴滴把它講得比較偉大。不過其實大家可以看到，不管是這個川普過去的全球關稅政策，其實被大法官說是違憲的，以及他對之前最支持他的這個非裔人的支持度現在他們現在都已經不支持川普了，因為大家都知道，不管是他用 ICE 對非法移民等等的一些把他們都趕走這樣的問題導致他們現在美國當地的治安跟治安的問題非常嚴重，毒品或者是物價非常的高漲。那當大家一直有講到美國夢那我這邊是想要提到一點就是寶哥說他有陪這個韓國瑜院長到美國的國會的參訪其實我這邊也要特別講到，其實最近其實我們台灣的政府現在跟美國是處於一個算是非常友好的一個情況，以及最近講到的這個晶片戰，所以大家都知道台積電已經把工廠都設到美國去了。其實台灣現在有大概台積電現在有1000名的我們台灣的員工在這邊其實他們都非常辛苦，都算是我們的第一代移民其實過去以後，其實人生地不熟的，所以當時我記得韓國瑜院長在回來的時候有特別講到，針對美國現在整個經濟環境、整個移民的政策，我記得韓國瑜院長講，他特別
對了我們這些台積電的員工講，或者台積電各個企業講，他說希望美國政府針對我們這個台積電所有的廠商，我們的水電、道路等基礎設施一定要做完整的配套的做好，以及台灣的企業到美國，這個過去一直以來有這個雙重課稅稅務的問題也要解決。那最重要的就是不管美國的環境多好，針對我們台灣的新移民，針對他們未來的生活以及所有未來不管是下一代一些新出生的寶貝，就盡量不要有歧視問題。我覺得這才是我們台湾人民所關心的議題。新出生了600個 baby，我們600個，接下来就回來。